川普总统除了打破了关税的金融秩序之外呢，他下一个要打破的是什么？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川普又要打破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啊，好像是想要历史留名，所以呢，他做了很多急迫的动作。关税哇，已经天下大乱了。但是呢，下一个天下大乱可能不仅仅是大家财富缩水的问题，很可能是大家身家性命，很可能是我们都要重新投胎的问题了。有这么严重吗？就有。什么事呢？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叫做核子武器有一个核不扩散条约，但是呢，现在好像川普一来，这样的一个条约要被打破了吗？大家都要开始发展自己的核武了吗？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相关于核武，你就说现在有核的国家一直被盯着说不准你有武器的是哪个国家？是伊朗。那最近呢，美国跟伊朗直接杠上了，因为呢，这个美国就说了，好，你给我偷偷发展核武哦，所以呢，我要掐死你，我要把你压在你还在萌芽的一个这个状态底下，所以你就看到了近来这个川普不断的极限施压伊朗，然后放很多的狠话对伊朗来讲哦。那这个伊朗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就是一直默默的耕耘，他在发展他的核武嘛，因为他对付他中东的对手啊，以色列有核武啊，我怎么可以没有呢？对吧？所以他不断在默默发展。那后来呢，不是大国跟他谈了一个这个核子协议嘛？那后来美国又自己退出了嘛？那现在川普又回来。因为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当初说要退出的也是你，现在呢又跑过来跟伊朗说我要跟你谈一个核子协议，怎么又是你？怎么回事啊？那现在呢状况是什么？就在这个核子协议被撕毁了之后啊，这个伊朗觉得时机点真好，赶快努力发展核武，所以现在呢这个伊朗它的一个核武进度据说都快做出来了。说不定他真的做出来，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哦。好，那它的一个这个铀浓缩的一个这个浓度呢，纯度呢已经非常高，已经非常接近武器的状态了。然后它囤积的这个库存铀呢，现在也是不得了的多啊，所以呢，已经可以这样形容它：伊朗要做核子武器，应该是就可以做得出来，只是它那个核子武器。可能没有像美国、像俄罗斯的核子武器那么厉害，可以飞那么远，然后呢，这个威力那么大，它可能已经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小型的核子武器了。所以呢，现在美国就立刻觉得非常的严重啊，这件事情。那川普怎么威胁伊朗呢？他说：“来跟我谈核子协议，不谈的话，我轰炸你，我全面轰炸你，我把你夷为平地啊，你就倒大霉了。”哇，这个伊朗。通常是伊朗在威胁人家，结果今天他被川普给武力威胁了。哎呀，这不行啊，孰可忍啊，孰不可忍。所以你看到这个伊朗就讲了，他就说我拒绝跟你谈判，我不跟你直接谈判，我不跟你直接对话，但是我们可以谈啦。但是你这样子威胁我，我就不高兴，我不在武力威胁下跟你谈。你什么极限施压，你这太可恶，我这。不吃你这一套，所以你看到这个伊朗就这样讲了哈。那于是呢，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态度非常强硬哦。那这个美国已经把他的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哦，这个2艘航母都开到了中东地区喽。那这个伊朗也直接讲啊，他说要开干来啊，我的地下导弹城我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哈，你随时怎么样的话，我。就没有要跟你客气了哈。好，那于是呢，这美国还讲了，他说那我除了会把你全面轰炸之外，我经济制裁你哦。他怎么经济制裁？他说不止制裁你，我还制裁跟你有合作的一个国家，就像当初制裁俄罗斯。那美国怎么个这个制裁俄罗斯法？叫次级制裁，就是我除了制裁你俄罗斯本身这个被制裁的目标国之外啊，所有的跟你。偷偷摸摸往来国家，我一并制裁你。那时候俄罗斯不是把油卖给中国、卖给印度吗？然后呢，这些中国啊、印度的国家也都会被制裁嘛。现在同样一招要对付伊朗，他说你再卖嘛，你看你要把油卖给谁？你再卖给中国，我就制裁你哦。他真的制裁。美国呢现在就说我抓到了一家在中国山东的一家小型的炼油厂，你跟伊朗买了数百万桶的油，我现在制裁你。然后他就说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中国的小型炼油厂，你再跟伊朗做生意的话，我通通都一并制裁你了哦。那所以呢，经济制裁其实你说伊朗怕不怕？怕，但是怕归怕，
民族自尊心。我能不能被你吓到发抖跪下？不行的。所以呢，经济制裁没关系，我承受。反正呢，就是你知道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你这样制裁我，我找路弯过去就行。所以呢，这个现在的伊朗啊，被经济制裁的状况，我们先来看看有多惨。那再来看他怎么找路弯哦。他在2018年那个时候啊，因为他就这个美国退出了核协议，开始制裁他嘛。那个时候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呢，这个伊朗的一个货币叫做里亚尔，里亚尔那个时候呢是4万里亚尔兑1美元，现在最新的叫做100万里亚尔兑1美元。你看它贬值的幅度是2400%，哎，你说它经济有没有受到影响？非常巨大的影响啊！但是它有没有低头？他没有低头啊，跟你刚到底。所以呢，现在中东其实是紧张的。那当然呢，这个川普持续的威胁啊，就威胁说你最痛苦的时候还没到呢。你以为你现在很惨，对不对？嘿，惨还有更惨，地狱18层。地狱19层我都让你看到，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现在美国极限施压，就是不让这个伊朗它发展它的核子武器哦。那当然讲到伊朗，他说要让这个伊朗一滴油都卖不出去，我不让你有钱，你没有钱你就发展不了核武嘛。那这个油价呢，我们来看到最近啊，这个川普的关税大刀一砍，油价嘣嘣嘣掉下去了哦，这也会让伊朗造成很大伤害，因为伊朗呢很重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它的原油往外卖，所以呢，你看到现在这个油价，这个除了这个伊朗可能再也没办法卖油之外啊，这个现在关税大刀打下来，大家觉得经济衰退，没有人要买油嘛，所以油价要开始往下滑，再加上叠加上去的因素是 OPEC Plus 啊，这个很妙，这个组织太神奇，这个组织当初不是说要稳定油价吗？对不对？大家一起涨价，大家一起这个一起增产，然后呢一起增产让这个油价下来，一起减产让油价上去，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嘛？我要平抑油价嘛，对吧？结果呢，你知道现在 OPEC Plus 里面在干嘛吗？7个国家在减产，8个国家在增产，你在干嘛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组织里面好像你们都意见不一耶。那无论如何啦，反正现在呢，这个跟油价最相关的是川普的关税问题嘛，大家担心经济衰退，所以油价往下。那油价往下呢，伊朗就承压很重，对不对？我要卖油出去，但我油价价钱不好，所以我呢收入就会更少。所以其实接下来伊朗它很大面临到的问题是它的经济问题。但是呢，像这样集权的国家没关系，经济问题我就用打仗来解决，对不对？我就是拳头大，我跟你拼，这个是我的民族自尊心。好，那这个伊朗现在就讲啦，我就直接我就示威给你看，秀我的军事肌肉。他说我打造了一个地下导弹的城市，我有一个地下导弹城，就是一个地下导弹基地哦。然后呢，他们的这个领导人哦，就是这个意有意无意的散步，哎，我看看这个城市的风光，哎呀，这边有很多的导弹呐，哎呀，我那个后面也很多啊，所以你就看到了，这根本就是在给美国看嘛。你看看我这么多导弹，你要不要给我小心一点哈？你再这样子对我出言不逊，你极限施压，你这样武力威胁我，我一个不小心我按下去，它就飞走了，哈哈哈哈。所以你看到伊朗现在呢是直接跟这个美国正面刚。那除了伊朗之外呢，另外一个永和大国，这也是美国不断的盯住它的，在2024年年底出的一份中国军力报告当中，它特别针对中国的核子武器的发展、核弹头的发展写了好大的篇幅。好，他怎么写？他说过去呢，中国告诉大家说它是发展核子武器的后进者，因为前面你看到有美国嘛，有俄罗斯嘛，英国也发展，法国也发展嘛。然后他说他是后进者，那他为什么要发展核子武器呢？中国有一套官方说法，他说啊，我要自保。这个是我最后自保的武器。如果哪一天真的有什么这个要攻击我的一个国家，那这些核子武器就是最后我的这个最后的武力威慑。我赌你不敢跟我同归于尽。如果你真的要用核子武器攻击我，那我们就真的一起蒸发好了，对不对哈？我就也核子武器反攻击你。好，所以他说这个核子武器是我自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哦，最后的一个威慑的一个武器。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威慑，就是我只是自保，我不用做那么多嘛，我又不像是这个俄罗斯，我不像是美国，他很可能用核武攻击别人。那中国说这是我自保而已，所以我不会发展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份美国的一个最新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当中，他写
好像状况不一样了，因为地缘政治在改变。过去中国会觉得我只要保护自己就好，但是现在发现，敌人很多啊，我好像得要发展我的核武，变成一个也可以攻击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呢，我们来看到，他就说过去啊，在2023年的统计呢，美国说中国呢有600颗的核子弹头，然后到2024年它会增加100颗。他们有一个预估数字，说到2030年，中国将会拥有1000颗的核子弹头。那这个核子弹头呢，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3位一体的一个体系，就是有海陆空都可以发展的、都可以发射的一个核弹头。然后呢，它发射的射程非常远，比如说像是东风41，它的一个射程高达了12000公里到15000公里。什么意思？这个东风41，它如果搭载了核弹头，1500公里往外射，美国本土就打到了。所以呢，你看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核子武器的威胁，就让美国觉得哇，芒刺在背。那甚至呢，美国担心了之后呢，他做什么样的动作？他武装台湾。那武装了台湾之后呢，你就更惹恼中国。所以中国甚至在近期又办了一个环台军演。所以呢，整个台海的情势呢也变得非常的紧张。好，那当然我们前提讲了这么多，讲到了核子武器的这个伊朗的核武的状况，讲到了中国在核子武器方面的发展，那接下来就要进到告诉大家，为什么川普在核子武器的扩散当中，他又很可能打破了国际秩序。川普其实呢，他很重要的做的一件事情，他推翻了很多的一些国际规则，但是他最重要推翻的是国际间过去这么多年来所建立的对美国的信任。没有信任，所有的国际规则几乎全部都会崩溃。好，就像关税，那是一个国际规则，你要打破，你看到现在全世界天下金融秩序大乱。那现在呢，为什么说它失去了其他国家对它的信任，会导致核子武器的扩散？那我们就要往以前讲历史了当初哦，举个例子哦，乌克兰。它是这个当初的这个苏联核子武器发展的重心，有很多核子弹头是放在乌克兰的。那如今呢，讲到核武扩散，大家这个要不要发展核武，就会讲到乌克兰。为什么？乌克兰那个时候呢，就被迫把这些核子武器还给了俄罗斯。好，那还给俄罗斯，因为他说这当初我的嘛，说你还给我，好，还了。好，还了之后呢，它不就是成为了一个没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然后它加入了这个核不扩散的条约，它签下去，它就赞同核不扩散，它就不发展核武了。那今天你看看乌克兰今天，你再想想当初，如果他留下了那些核子武器的话，今天的俄罗斯敢打他吗？不敢的吧？对吧？所以呢，他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条约。他当初为什么加入？因为当初美国游说乌克兰加入，说你就把核子武器这个送走，然后你就不要发展核武。那乌克兰说，那我怎么保护自己？美国说，我保护你啊，信不信我嘛？我美国你相信我吧。好，乌克兰相信。大国会保护我，所以他不发展核武。那个年代呢，很多加入的国家这个美国这些大国都是这样说服他们：我会保护你啊，我的核武库就是你的后盾啊。如果有人欺负你，你是我的盟国，我帮你啊，对不对？那于是大家都乖乖签核不扩散条约，签。1970年代，大家陆续通通加入了。好了，那为什么我不发展核武？我信任你，我信任你保护我。好，那现在呢，川普摧毁了这样的信任。那甚至呢，在之前你看到英国也发展核武，为什么？美国发展了，美国说我会保护你，英国想想不对，是这个还是靠别人。靠自己比较好，英国发展了核武。好，那这个法国后来想想，英国说你不要发展，我保护你。法国想想不对啊，你这个美国、英国，我可以相信你们吗？所以法国后来自己发展了核武。好，那如今呢，你看到了其他的国家开始就会同样的疑惑了，对吧？我相信你美国，但你美国今天是如何摧毁国际秩序的？那你是如何把你的盟友抛在脑后，抛弃他们的？那如果我还这么傻的信你这一套的话，
你知道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讲的哈，怎么说呢？他说，如果被别人骗2次该羞愧的是你自己。你不要被人家骗那么多次，被骗1次够了哈。你骗1次，你签下那个核不扩散条约，然后呢，如果今天美国根本都没有要管你们，你还在那边傻傻信他的话，你就自己。你该啊，你怎么会去信他呢？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到，在美国有一位非常知名，他在研究核武扩散的一个专家叫罗斯，然后他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川普呢现在失去了全世界对他的信任，盟友对他的信任已经打折扣状况底下，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是大家开始争相发展核武了。他说最直接看到的，你看台湾，台湾旁边有一个永和大国，你看到中国不断发展它的核武，而且呢感觉好像虎视眈眈。那甚至台海危机，台海的紧张情势越来越升高。台湾其实我们过去有在偷偷发展核武，但就被美国抓到了。1970年代、1980年代都发展核武，台湾人聪明啊，对吧？就发展了之后被美国抓到说你不准发展。通通不给我销毁，不可以哈，那乖乖好就算了。但是呢，现在看到有另外一个国家很可能会发展核武，是南韩。南韩面临到北韩的一个威胁，北韩金小胖不是一天到晚在核子试射嘛？那好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说南韩很可能也会退出这个核不扩散协议。如果他有一天意识到美国不太可靠，那他有一个很强，而且有核武可能会威胁他的邻国，有恶意的邻国的话，他会不会自己发展？南韩其实现在内部在讨论哦，他们就在讨论我要退出这个核不扩散协议哦，我要重新来开始研发核武哦。那除了南韩之外呢，我们还要带您来看到欧洲哦，欧洲现在波兰也重新在思考他们要不要发展核武哦，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哦，像北欧的波罗的海的国家，他们是官员都重新讨论。他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开始拥有发展他们的核子武器？因为他们都发现，所谓的北约，所谓的美国要保护我们这一套，好像在未来的日子里头，至少在川普现在还在的时候，已经这一套行不通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当初签这个合约，放弃了那么多研究的时间，然后如今把所有的安全的希望寄予在一个国家身上，这个国家如今已经不被信任了，这样对吗？所以呢，才会看到现在已经大家觉得，川普他在一个国际秩序上的一个推翻，不仅仅是他自己主动推翻而已，有很多呢他的性格让美国不被信任，所以也让过去很多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一个一个崩坏当中。核子武器的扩散，很可能就是接下来我们要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危机。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一个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